下面点名啊，吴小芬到，王小宝到，张家伟到，神仙到。当下最热门的网页游戏《寻梦神仙道》，妖众解说共同打造最温馨的游戏家园。1月15日，星月之痕3伏火爆开启，让这个寒假不再寂寞。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09，今天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场年度收官之战的最精彩，我个人也是觉得最有看点的一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对阵双方，一个是 Panda， 一个是 DK。这个赛事呢是 WGT， 应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型的赛事，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线下赛。我们看双方战队上来就 BP 的非常的速度非常快，那豪和 Burning 这两个选手也是站在了这个最后的又站在这个线下决赛舞台上面。应该这两个选手今年都可以进入这个3大 C 的争夺。那么说到这个几大 C， 我们肯定要提一下今年的这个，哇，双方的这个选人非常快啊。我们稍微看一下，DK 战队是ban掉了他们个人认为 Panda 战队这边打得比较好的夜魔、狼人和熊猫，然后 Panda 是ban掉了 DK 的蝙蝠、卡尔和德鲁伊。Panda 一手拿了混沌，然后 DK 是一手拿了冰魂和牛头。那么冰魂和牛头确实是 DK 个人非常喜欢的两个英雄，我个人觉得DK 对这两个英雄的掌握也是属于所有队伍里面最好的。然后 Panda 这边的混沌，应该这个英雄也是豪最先开始，我记得没错的话是 G1 联赛这个比赛开始使用的。那么这个英雄最近也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热门，因为他首先线上能力很强，然后 gank 能力也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是再拿了一个敌法师和先知，这样的话这三个英雄感觉看上去的话是没有什么优异，但是后期能力会比较强。像敌法和先知都是出了名的这种带线能力很强的英雄。为什么说他带线强？因为先知有一个大招，然后又可以飞，又可以招树人。然后敌法的话就是他一般出祭品的会比较多，再加上他有一个 blink 技能，再加上他有魔抗，天生的这种魔抗，所以你要杀他的话不是很容易。他后期魔法输出对他造成伤害有限，而且再加上他有跳，可以跳走。先知的话他就可以到处换线去刷钱，用自己的大招和树人去刷钱。这两个英雄都是带线能力比较强。然后 DK 这边又拿了一手鱼人，这样 DK 的三个英雄的控制能力比较强。那么说到今年年度的最后一个战役了吧，我也是稍微提一下，今年应该是年底下半年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4支实力比较强的职业队 DK、 老干爹、 IG、 Panda 这4支队伍，DK 应该算是今年拿冠军拿的最多的一支队伍，所以说今年最亮的一个选手，我个人觉得还是给到 Burning。这是我个人心中的一个评判，可能有别人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为什么给 Burning 呢？因为我觉得他今年首先 DK 战队拿的冠军最多，而且他在 DK 里面也是承担起了一个 BP 的重任。所以而且他打的这个位置吧，又是属于1号位，是一个非常决定一个战队的气势和走向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他今年是非常耀眼的一颗 DOTA 的明星。那么除了 DK 战队的 Burning 之外，我觉得 Panda 战队这边的豪，同样也是表现非常出色。当然，除了豪之外，我觉得 Panda 也有一个新人，就是今年刚开始打职业的 Panda。其实这个队伍他们还算比较年轻的，830、三生和豪都算是比较老的选手了。但是木和摇摆这两个选手都是比较新的，尤其是木，我个人觉得这个选手他打的位置很核心，而且表现也非常亮。从最开始一场比赛看他打潮汐的时候，就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那么到了如今，这个 Panda 战队也是在今年下半年斩获了一些荣誉，虽然说可能比 DK 和老干爹要少一点，但是作为一个新开始组 DOTA 项目的战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可能 WE 就是上半年可能会比 Panda 拿的稍微多一点，但是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 Panda 的表现可能要比 WE 更加出色。然后像 NV 啊、eHome 啊、天路啊这3支战队，就相对来讲，年底的这个情况不是特别乐观。天路的话，他们拿了 WCG 的冠军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区冠军。但是因为人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像他们的队员流失到了 DK， 流失到了他们还要去哪？流失到了 DK， 流失到了 IG， 然后流失到了 NV， 所以说他们这个战队是完全重组，然后用新人来重组的话，起的速度特别慢。eHome 的话，他们好像是年底放弃了DOTA战队，然后 NV 的话，现在也是慢慢的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就是 DOTA战队的出来打的比赛的次数越来越少，拿成绩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是稍微回顾一下今年的这个整个DOTA圈吧。相比2010年的话，今年的这个 DOTA 圈还是有非常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的，这个特别要感谢一下一直支持 DOTA 的各位同学们。当然我也是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上有贡献一些自己的这个对 DOTA 的理解吧。今年又是到了最后一场比赛呢，去年这个时候我是用第一场我们09年 SMM 的这个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来开始了我的视频之路。那么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也做视频做了有1年了，做了有自己的第一视角，后来又觉得应该做一个专业性更强一点的这个提高班，然后也做了很多线下赛事的解说、线上赛事的解说，包括我自己去挑一些我个人觉得非常精彩的视频来做解说。今天这个就是这样一场，那也一直感谢特别支持09视频一直到现在的各位，也是大家的支持给了我很多的动力。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的，一方面也是我心理上的。这点我感觉到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一点点不同。那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各位。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呢，也算是年终的最后一场比赛，应该说最后一次战役中的最有亮点的一场。我们看到刚才其实这边我们是 DK 的视角，这场比赛呢，我不准备开战争迷雾。因为我这样讲起来的话，可能大家会更有这个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我个人就用这个 Burning 的第一视角来讲，然后我这个小面板打开会看到整个Panda 战队的一个经济，因为我这个是没有 OB 视角的，这场比赛是没有 OB 在，所以只能用个人视角。这样我打开战争迷雾的话，就感觉非常不伦不类，就能看到小地图的话，就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分析。好的，那我这边也是看到 Panda 战队的这个人已经选出来了 ，DK 战队最后这个 line 犹豫了蛮久，然后这边他们在激烈的讨论，别拿黑鸟、PUCK、蓝猫我都可以接受 ，PUCK 中单其实挺好的。现在 Panda 这手已经出来了，比较明显就是打一个多核心，迪法、蚂蚁和混沌都是比较依赖于装备的，甚至 VS 和先知这两个英雄，我个人也觉得是酱油英雄里面非常依赖装备的两个英雄。这时候我们看到 Burning 发话了，他说了一句火枪。因为龙弟弟提了几个建议，比如说仙女龙啊、兽王啊、电猫啊，都是属于gank能力比较强的。我个人觉得这一局比赛出电猫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打团能力会相对弱一点。这边 Burning 提了一个火枪，然后这个 Super 也是今年不算是今年开始打职业的，但是是今年找到自己的最好的一战的，表现非常出色，跟他的以前的老队友叉 B 一样。这边叉 B 说是 LAN SG 上，火枪中单这个双方的，因为这场比赛我是没有现场去，所以说没有看到双方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隔音情况，但是我从这边打字应该是可以看到，DK 这边的分路我们可以看到是恶魔巫师和鱼人走上。龙弟弟的恶魔巫师，龙弟弟是属于一个老将，辗转到各大战队，最后是终于在 DK 焕发了自己的第3春，也是在这里恭喜龙弟弟作为圈内的最后一名，应该说是最老的一名选手，能够在 DK 战队拿到今年下半年连续拿了9个冠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们有人说8个，有人说9个，我个人觉得现在实在是比赛有点多，可能
竞争也更加激烈了。但是我觉得要在这么激烈的一个职业圈里面能够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荣誉，甚至是一个小的巅峰，像 DK 的话真的是线下赛输的比较少，大型的线下赛在下半年非常不容易。我这边也是开了一下战争迷雾，看一下潘大的情况。潘大是豪的迪法师，还是1号位这边，然后3升的复仇之魂，木这场是用了混沌，好像是要走中，然后摇摆的蚂蚁和830的先知看来是要走上，第一个神符被鱼人拿到。阵容我们看下来比较简单了，那么 DK 战队这边是想走一个4保1，其实鱼人和冰魂都能算核心，但实际上他们是4保1，因为他们基本上不会靠鱼人的物理输出，鱼人更多的是点烟还有这个场控，主要物理输出还是落在 Burning 身上，所以 Burning 的这个装备会非常重要。那这种4保1的阵容，因为它控制比较多，然后资源也比较集中，就会集中在火枪身上，所以说它打团会很强，它就是一个控配多个输出，打团会比较强。而潘大战队这边，他们先知、迪法、蚂蚁都属于带线型英雄，它属于多核带线，然后用核心来打正面作战。但是它这个正面作战的话，因为控制比较少，它这边控制实在是比较少，只有混沌和混沌和复仇之魂2个控。我们可以看到 DK 战队这边牛头他主要是帮助冰魂来战线，不过豪前期打得非常强势，虽然自己的队友是一个复仇之魂，并不是一个手很长的英雄，而面对的是冰魂加牛头2个，冰魂加牛头这2个应该属于线上非常强势的一个组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豪的迪卡还是打得完全没有露出半点的破绽。好，这边牛头给一个沟壑。好，3升虽然作为一个老将，但是这边瞬间的反应能力还是非常漂亮的。吃棵树钻树林。好，这边刚刚切入去调一下东西，感觉好像还是有一点卡。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分路情况来说，这复仇之魂是反掉了这个这个风野的眼。这样复仇之魂跟迪法师走一路，他们思路就相对来讲会简单很多。因为这2个不属于一个线上要打得很强势的一个组合，更强调发育。迪法师就是需要自己在线上能够补到几个兵，复仇之魂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拉野来混一些经验。然后上路的情况，恶魔巫师加这边龙弟弟控到2分钟神符啊，没有控到，这个被吃了幻象的830 A 了很多下，830也打得比较阴一点，就是在龙弟刚想走过去的时候传送过去吃掉这个幻象神符。上路恶魔巫师加鱼人这个组合相对来讲还是属于2个硬控，硬控就是瞬间能够放出去的那种能够让人家不能动的技能的英雄。鱼人有一个踩，恶魔巫师有一个穿刺，这边的话相对来讲也是求发育。像蚂蚁和先知的话，这2个人没有这种很强的控制技，但是他们战线也不错。你看鱼人一上来就会被点得很惨，而恶魔巫师一个人又点不过2个人，这样我相信从补刀数量上来看的话，可能这边双远会有一定优势。但是从杀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鱼人和恶魔巫师杀人的能力更强。哎，我们看中路这边是先知的一个绕后，不是你撒了散弹。哦，这边是小鸟刚刚送来一个鞋子，这个鞋子很关键。不是你也不敢出来点，丝毫没有任何的多余动作，直接回家。我看 Burning 打 DOTA 有个小习惯啊，他喜欢在回家了以后他 Shift 点几个地方，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其实他是不会走那些路线的，但是他还是会 Shift 点一下。一般我们有时候装了符啊什么的会 Shift 点一下。那么先知这一波第4个符终于是由混沌吃到，这边是能够看到混沌的视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天的防御塔的视野还是比较广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混沌装了一个加速符，而且用那个鸟送了一个小蓝，也就意味着让火枪可能就会非常的危险。再加上先知还是可以飞的，而这边龙弟弟的恶魔巫师考虑到恶魔巫师这个英雄是比较需要发育的，所以他也是在利用拉野来提高自己的等级。我们看这边叉 B 的基本功还是非常不错的。作为一个新人，这个在对方2个远程英雄的情况下，可以打出一个回舞，而且药还比较多。下路的话也暂时没有命案发生。现在的比赛基本上前期都会比较平稳，因为前期太主动，作用并不是那么大，更主要的是把握一个中期，所以前期现在求稳的战队越来越多了。这边 Burning 看到了对方，混沌是有一个加速在手的，也是打得非常猥琐。因为自己还带了个 TP， 就多买了一组吃树。而且我好像是看到 Burning 不是，我们看上路动手了，这个针眼龙弟的这个针眼是配合牛头拿到了这个1血，而且牛头第2勾克还要继续上。这边果然是 DK 战队的，我们看一下牛头是1个助攻看来是牛头是第1轮进攻没有牛没有上，可能是摇摆这边的蚂蚁有点大意了，没有想到对方这个针眼来的这么突然，这样龙弟弟可能是针眼下去之后一个穿刺加一个变羊，配合鱼人的一个踩，直接秒掉了蚂蚁。这样的话，鱼人等级到达6级，恶魔巫师是到达4级快5级。刚才牛头虽然没有参与击杀蚂蚁的过程，但是牛头这个猝不及防的沟壑带走了830的先知，这样的话鱼人就会非常舒服，好像是鱼人的一个双杀。DK 战队也是前期利用这样的一次针眼和一次先知成功的，应该说牛头成功的游走，打开了优势路的局面。猎术路的冰魂也非常不错，但是这边的加速神符开起来1秒，不过 OK， 这里 DK 有一个断眼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也是3生作为一个老将经验非常丰富。一开始的一组眼河道眼 ，DK 是有放一个河道眼，但是这个眼是断了，所以复仇之魂配合加速的混沌拿到了 Burning 的3血，现在比分2比1。混沌似乎并不满意这个结果，我们看混沌继续要，但是这边下来的 Burning 是直接带走这边迪法师，配合牛头沟壑。这一波虽然是潘大战队的一个主动，牛头再给了一个这边狙击。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刚才 Burning 是刚刚好升到6级，然后牛头这边给到一个沟壑，但是由于距离太远，刚瞄了一下这个狙击，就马上效果消失了。这波我感觉潘大战队打的有点急了，因为现在这个职业队打，你就是完全要算好对方的一个支援情况，才能够再去做一些 gank。那这波我们刚刚看下来的话，就是先知想要配合混沌的一个游走去强杀对方的冰魂，那他确实是做到了，但是因为火枪的一个支援，我们看到这边冰魂是早早的赶来，这边跟牛头配合一个沟壑和 Z 的2连，再加上 Burning 的一个狙击，带走了这个混沌。VS 身上有一个屏，但是 C 出来，但是还是死了。前期我不得不提一下，这个 Burning 这张 TP 是带的非常关键的，他是配合了牛头和冰魂2个很稳定的控制，打出了一波很强的gank 效果。那这样一度是让 DK 达到了一个6比2的一个领先。刚才也算是冰魂主动跟牛头配合，这就是说为什么感觉 DK 战队对牛头的器重程度非常高，也是感觉他们对牛头冰魂这个组合用的特别好。
因为他们前期总是能够通过牛头的这个沟壑来达到一个游走的效果。因为牛头这个沟壑对于职业战队来说，它是一个超远距离硬控，这个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你任何一个线上强势的配合、强势的英雄，比如说像影魔啊、冰魂啊、火枪啊这种放技能挺厉害的英雄，配合上这样一个，一旦是这种等级高了，比如说像火枪、像冰魂这样英雄等级很高，配合一个牛头这种超远距离，别人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牛头在哪里，突然一个沟壑过来，这样冰魂一个 C 再加一个 T， 或者火枪一个散弹加一个大招，就很容易带走对方。这样 DK 前期的这个6比2的小高潮，牛头也是居功至伟，而且 Zippo 这里插了一个塔前眼，插了一个下路河道眼，也是能够很清楚的把握这个下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势。而那个火枪也比较聪明，打得比较聪明，这段时间利用队友打出了一个假腿，而且是主动放弃中路。这样潘大战队应对的方式，潘大的话上路可能打不出优势，因为鱼人已经先锋盾了。由于刚才的一个双杀，鱼人拿到了先锋盾，又补出了一个补刀斧。潘大是放弃上路，然后下路也打不过，因为下路这3个人非常强势。但是中路的迪法师应该处于一个空补。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潘大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在利用先知这个野区的资源。摇摆的蚂蚁由于前期发育的不顺，补了一个圣殿和一个护腕。而且在面对这个6级的恶魔巫师，也是表示压力非常巨大。这时候我只想开一下迷雾，看一下潘大的人在哪里。好，潘大动手了。潘大这一波应该是开雾去绕上路，那这个选择还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下路有3个人，上路只有2个人。但是 Zippo 牛头支援过来，给一记沟壑。这边 VS 第2个锤，牛头又是给了个大招，木的血量还比较满。冰魂这个大招是没有砸到混沌。好，这边混沌吃了一口830的影之灵龛，是配合杀掉了牛头，但是鱼人实在是有先锋盾假腿太肉了，没有杀掉。这边 DK 冰魂的支援迟迟到来，刚才那波冰魂没有大招没有丢中，但是配合下路的 Burning 拿掉了潘大的1塔，所以刚才那波虽然是潘大这边追回了一下比分，追了2个比分，但是并没有长足的进步。冰魂又是给了个大招，想炸死刚那个残血的混沌。混沌因为有影之灵龛的存在，让830的先知前期利用影之灵龛的作用，也是成功的打了一下上路。这边这个塔潘大似乎不想放，补好的混沌又是出来之后配合上蚂蚁的输出，敌法我们看一下混沌这个前期带节奏能力确实非常强，但是不幸被冰住。这边蚂蚁虽然被点了烟，但是火力很足。这边潘大4个人全到了，除了复仇之魂啊，复仇之魂也 TP 了过来。这样刚才那个塔没有注意到，应该是被反补掉了。刚才注意力没在塔那边。这边 Burning 火枪确实属于前期一个非常弱势的存在啊，也是利用队友来打钱。先是利用队友拿了下塔，然后又利用队友在上路创造的空间，在中路补发育。现在身上已经有了1500的存款，但是他现在去打架是非常危险的，有370的魔法。这边上路似乎 DK 也不想放，这个中期的战斗一剧加温啊！我们看到潘大这边直接认怂之后，好，差一点点，830的先知也是差一点点，传送走。这边 DK 战队保住了塔，我们可以看到 DK 战队对塔的重视程度还是比较。这个 DK 的中塔刚才好像是下路 PK 的时候被这个豪的迪法师也带掉了，这样塔数是 DK 领先1个，人头 DK 领先2个。经济情况来看的话，这边冰魂已经有了秘法加梅肯，牛头现在鱼人和冰魂比较肥，这2个打架的英雄比较肥。Burning 因为中期靠2个大哥带了一下，一个牛头一个冰魂带了一下自己的节奏。这样的话也打到了假腿加1700，没有购买任何的幽灵系带，可能是想直接出一个大姐。这里目标DK 战队也开悟，但是这一次没有潘大那样的成功。潘大那波是直接从这里绕，应该是从这个河道入口切进来，然后绕到 DK 这个方位的一个2人小组，恶魔巫师和鱼人。
这边冰魂利用自己的梅肯，这个的话，我觉得潘娜就可以放了。迪法师连 TP 都没有，这个塔肯定是放了，因为刚刚做出梅肯的时候是非常强势的。这个电脑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看 replay 的时候会突然卡一下，但是自己打的时候好像就不会。但是这个卡一下也是给了我一个分析局势的机会嘛。现在的话就是潘大战队因为这边核心比较多，而没有一个人来做梅肯。我们看一下830是出的什么？830这个英雄出了影之灵参以后是可以出一个梅肯。好，830这个时候选择下路来跟迪法一起推，其实可以来得更早一点。830是出了一个圣殿，想要出推可能是买了一个智力的1000。这边 DK 一个塔换2个塔不是很划算，一个2塔换了2个1塔。毕竟迪法师和先知都是有比较强推线能力的，包括混沌的分身也是推线能力比较强。现在来看的话 ，DK 还是领先一座外塔，只领先一座外塔，然后人头领先2个。从装备情况上来看的话，双方应该是一个均势。潘达的装备我也开密物报一下，迪法师这边是假腿先锋盾，然后混沌先知的经济情况是700多块，应该是马上就可以有一个推加影之灵康的组合，9级的先知。然后潘达这边等级最高的是领衔全场的这边 Burning 发话了，他觉得推了一下塔，发现不能抱团，所以说开雾去打肉山，这我觉得也是一种思路。我觉得开雾抓人是一种思路，因为 DK 这边有比较强的控制，但是他们推线能力相对差一点，像冰魂、鱼人、牛头这样的英雄推线能力都不强。我们看到 Burning 这边是一瞬间，由于中路推了2个塔，一瞬间做出了战鼓加欢欣之刃，这个我估计是战鼓分身斧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打很多那个英雄都就是喜欢这样出，就是你有一定的物理输出的英雄这样出都是挺不错的，而且后期转其他装备非常方便，这是一个属性装。你如果需要魔法的话，出这一套装备不但可以撑血，还可以撑一下魔，而且可以提高一下你的输出。潘娜这边可能潘娜觉得现在他们的核心更加需要发育，所以他们不急。而且刚才的 DK 这个一个2塔换了他们2个1塔，他们也觉得挺划算。再加上刚才说到这个他们等级领衔的这个人木这场是玩了混沌，他现在出了假腿战鼓瓶子，身上还有400块，战绩是2杀1死3助攻，也是打得非常不错。当然 Burning 前期虽然死了1次，不过现在已经是打回了这个212的一个战绩，是非常棒的。看到这身装备的 Burning 似乎是又买了一些装备买了一个精灵皮靴，确实是要走你这样子去往肉山走就没有开雾。我们看潘大这边是有眼的，所以他是第一时间看到了DK 做去肉山以后动向。我们切回潘大视角看看会有什么动作。潘大这边蚂蚁首先是撒了一个看到了这边有勋章的效果。我看是谁出的勋章是龙弟弟裸了一个勋章，这边混沌直接 C 了一下，火枪状态不满，鱼人想上来，鱼人开了加速想率先打。我们看这一波变羊，好，蚂蚁是被率先秒掉，鱼人的一个先手也是杀掉了这边的潘大的2个选手，但是混沌双倍混沌直接秒了 Burning 之后，这边鱼人踩了一脚想要杀牛，还是杀掉了牛头，双倍的混沌，这波输出非常不足，配合先知的一个切入。我们再看另外一方面，迪法师的切入。迪法师现在是假腿先锋盾，拿这个法师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等于说这一波是一个1换2，对，1换2。刚才鱼人没死，鱼人是成功逃掉。假腿先锋盾加跳刀的鱼人确实比较肉，蚂蚁是被秒掉。另外我看到潘大好像还死了一个吧。VS 没仔细看清，刚才好像是死了，这波有可能是个2换2，所以双方都是不赚不赔，这就是我说的 DK 他们这个战队，他们战队选择这个阵容就是打团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他们这个控制很多，刚才几个控制一配合，蚂蚁就直接被秒掉了。也是蚂蚁站位有点奔放，这边是一个智力腿。看一下，等一下，如果细心的话，应该是切成力量腿。这里 DK 还是对这个肉山念念不忘，潘达当然是不想给。这时候他可以看到有人来回的在外面走，但是吼了一下，发现已经要打掉了。这个血量非常危险，牛头一个勾喝，很有可能直接打掉。啊，这边 DK 是没有选择打，而是利用鱼人的跳雕秒掉了这边的 VS， 而且冰魂这个大招是丢的非常漂亮了。而且冰魂这个没啃，混沌是被秒，跟上一波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好，这边赶来战场，830也赶来战场，发现这个局势是完全不对，也是选择了放弃。那么我们再切回 Burning 的视角，看这个肉山收回囊中。Burning 刚才是被秒了，但是这一波拿到了肉山盾，而且上路的这个兵线应该会留给他，这样的话夜叉应该是稳稳的。20分钟战鼓夜叉，装备当然没有德鲁伊这样的英雄装备快，但是火枪这个英雄它配合这个控制，你像牛头、恶魔巫师加鱼人加冰魂，这个控制是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我觉得后期打团能力会非常强。潘达的话，他就是大河流，潘达就是很多这个 carry 英雄。我们看到迪法师这边是出了一个祭品，祭品其实算是一个中强正面作战能力的英雄，道具。因为这个道具首先它可以加攻，然后又可以加防，而且可以增加近战英雄的吸血。哦，这边蚂蚁也在。我们看这波打不打得起来？这波肯定是潘达肯定是不想打了，因为潘达这边还是属于一个牵制发育，他把上路的兵线带过去，他中路和下路就可以发育了。而反观 DK 这边除了火枪之外，他没什么太多的战线英雄，更多的是4个人抱团，然后围绕着火枪来打，这是 DK 的一个思路。尤其是鱼人拿到跳之后，打团能力会非常强，这个应该会进入一个比较漫长的补装备期。继续关注 B 神的火枪，送来了夜叉卷轴，没有错。还有一张 TP 啊，这个 TP 可能不是他的。上路可能要控一下线，我感觉这个时候 B 神可能是要控一下线，啊，不能控线，这中路的队友很危险，还是要推线。现在这个控线太危险了。B 神还打得非常稳，看一下他这个站位基本上是补刀的极限站位，而且是力量腿。潘达战队这边可以看一下 DK 2个眼位，一个是上路的这个塔前眼位，这是一般他们战队是 Zippo 打辅助打的比较多，哪怕是自己打牛头也会打一个辅助。现在这个 Zippo 的牛头也是打得非常漂亮，把一波兵收掉，夜叉之后又添了800块。而4个队友紧紧的围绕他。我们再看潘达战队这边情况，潘达的话是混沌又装了一个加速，出了一个食人魔力量之斧，这个有可能是要出黑黄杖。最近我也是因为有做那个混沌提高班嘛，我个人觉得战鼓之后出分身斧好像确实是有点打团有点吃力，因为现在这个团战的控制技丢到混沌身上，如果要是连你的主身一起控制，你就很尴尬，放不出技能来。所以说战鼓黑黄这个装备路线我觉得也是蛮可取的。摇摆的蚂蚁的话，因为上路没有站住线，跟830一起没有站住线，所以装备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只有一个挑战和假腿。这边潘达战队选择也非常明确，混沌和蚂蚁带中，然后迪法和先知带下，复仇之魂回来吼一吼，减减防。好，下塔已经是成功带掉。中塔这边迪法师，看来是不想换。这边是宁愿不拿你的中塔也不换的节奏。看一下 DK 这边已经是提前回来2个强控，这边双方的博弈也是非常多。DK 战队觉得我们其实是不想推的，我们是想回来跟你抓一下你，我们想利用这个鱼人的跳刀和牛头的这个强控来留住你中路拿塔这个人，然后中路跟你强行开团，这个应该是 DK 刚才的想法。但是潘娜明显是猜到了 DK 可能是这样想的，所以潘娜这个2塔就直接先不拿，这也是挺
挺前卫的一个思路。我们看这边豪更新装备的速度也慢慢快起来，先锋加夜叉加这个极品，这个时候火枪的打钱能力就非常弱了，因为它非常依赖队友的一个保护，它没有任何的逃生技。这个时候呢，作为 Burning 的队友，就是尽可能少在这个屏幕上出现。我怎么感觉少了2个人？哎，我这小地图有点问题啊！我这个小地图上只能看到3个人。等一下，突然出现了点问题，我要先搞清楚一下节奏。这个也没死啊，我还以为刚才漏人头了。这边应该还有一个牛头和一个鱼人，去哪里了？直接人间蒸发了吗？哦，在这里开悟了。这看到这我突然有点没看懂，不好意思各位，先暂停一下。这牛头和鱼人是2个人开悟，这属于一个什么策略啊？从潘娜视野上面，我们会不会啊？潘娜这里没眼，这个挺好玩的。啊，恢复了，我们继续看。总之呢，这段时间双方都是不太愿意在这个时间交战的，因为，从这个 DK 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没有资本跟对方交战，他比较想打团，就是但是对面不想跟他打团。如果要是他去推这个塔，强行去推塔，那么潘娜就会选择换，对不对？你推我一个2塔，我去推你这个2塔还有高地 ，DK 换不起。所以说 DK 只能就是在他比较小的这个范围内打钱，而潘娜的话，他这边这段时间的经济收入也要比 DK 要好很多，但 DK 没办法，他只能等到火枪的这个 DK 只能等到火枪的装备再多一个大件，比如说他再多一个分身斧，这个时候再去利用这个不朽盾主动去求战，那个时候可能不朽的这个时间也要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老选手，龙弟弟第一个装备出了勇气勋章。他甚至只有一个鞋子一个全套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勇气勋章，这也可以看到他对局势的一个理解。这边 DK 战队就是对 Burning 是非常的信任，那也是考虑确实是一个4保1的阵容，可能会给叉 B 和这个月如一些比较好的装备，其他的话都是希望那个围绕着 Burning 来打，利用这个肉山盾的时间，鱼人和恶魔巫师的这个勇气勋章的减防，来给火枪打下一个又一个的不朽盾。我们看下潘娜的视野里面没有能够看到 DK 的这几个酱油，很可惜，不然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来抓一下这个火枪。这也是因为现在这个版本 DOTA 比赛蹲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导致现在主动抓人的这个中后期主动抓人的情绪越来越不浓了，尤其是大型的比赛，尤其是像这样焦灼的大型的比赛。双方都是顶尖高手，前期都是在拼内力，真正到了场上1-2招就会分出胜负。我们看到 Burning 这边打到了3100块，也就是全队基本上围绕着他在打，要不然就不露头，要不然就是蹲在他边上，打到了不少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装备，鱼人这边应该有一些经济的进账，我们点一下鱼人。好，叉 B 的鱼人这边是打到了700多块，应该是我买了这个斧头，应该是他的，没错。食人魔之斧加700块，应该在做 BKB。看一下有没有啊？这个分身斧的应该是 Burning 出了一个分身斧，然后冰魂这边呢，看一下冰魂的经济。冰魂是推极限球又多了900块。我们看一下潘娜的情况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看一些。好，这边先锋盾夜叉加祭品身上还有2600，这样子的话，这段时间潘娜追经济的确实是追的比较快一点 ，VS 都有了2个护腕加精气球。摇摆的话，我们看摇摆的存款，摇摆存款也是有了800块。哎，摇摆这段时间没怎么打钱，因为这个蚂蚁这个英雄这个时候拿出来就有点不伦不类，因为他蚂蚁最主要是战线，
而这个蚂蚁他是打一个不知道几号位的蚂蚁。好，我们看到这边鱼人的一个先手非常成功，这个时候 Burning 在人群之中开启了分人斧，利用队友的配合，我们看到蚂蚁的输出是点掉了牛头，迪法师跳走，但是中了狙击啊，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可惜，他好可能是没注意到自己身上的状态，中了狙击还不赶紧往家跑，刚才有可能是跑出那个范围，但是这个是被狙枪狙死。我们看到 Burning 这边发现这个局势已经不是太有办法打了，因为主力牛头已经倒下，恶魔巫师也是放光了自己的技能。好的，我们看到这一波啊，小蚂蚁配合830大招杀掉了恶魔巫师。这波蚂蚁没有死的话，应该是可以打一定的钱，但是，果然直接做出了笛子。但是豪被狙死，这波比较可惜。如果豪没死的话，这个局势是会完全改变。我们看830这个时候马上飞来中路，还好 Burning 这边是刚才也是利用战鼓的一个极限逃生，4个战鼓已经瞬间用光。哎，这边 VS 把火枪换回来，这个 VS 你不要想不开啊，这火枪是有魔的，这 VS 要被狙死了，果然是被狙死了。另外一方面，好吧，老队员这个时候不理智了，不冷静了。哦，这个双杀对 Burning 来说犹如雪中送炭。我们回头看他经济1300，刚才是买了一个铁衣头盔，打完那波 PK 他是没死，而且这个肉山盾是白白耗掉了，就是完全没有用掉。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个肉山盾是不是应该给火枪？刚才如果要是火枪完全死不了的话，是不是给其他人会更好一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刚才那波不选择一开始就秒火枪，也是因为他有肉山盾。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局势，这个都用幻象来耗了一下，看一下这波正面能不能打。我先暂停一下，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场上的局势。这波潘娜是刚刚做出笛子，然后这边复仇之魂、迪法师、混沌也是刚刚做出 BKB， 笛子和 BKB 还是非常关键的。这边先知也是刚刚复活满状态，这波肉山盾马上就要消掉，那么这波到底谁能打赢非常的关键。我觉得看站位的话就看能不能够通过这个 BKB 的混沌是要秒掉恶魔巫师先，但是要抢这个不朽盾可能是有点难度，迪法师可能是去抢盾，我们静候佳音吧。这波我们开战证明物来打，这边恶魔巫师是一个没肯上来，哎，这边混沌开了 BKB 是想秒鱼人，但是这个封路非常漂亮，这个封路使得迪法师跳进来之后是完全没有队友的后续跟上，这样的话迪法师是和恶魔巫师完成了互换，Burning杀掉了迪法师。刚才那个隔断战场真的是，这场比赛真的 Zippo 不得不提一下。这一波居然打成了一个潘达的团灭 ，Burning 的一个3杀。哎呦，这波刚刚我电脑有点小干了一个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个这个局势的走向。这一波 PK 我觉得最亮的应该不是 Burning 的3杀，而是 Zippo 的那道沟壑，因为他刚才我们回顾这个战场，刚才牛头一个沟壑是从这里封到了这里，使得蚂蚁和混沌冲不上去，包括 VS 也冲不上去。这样的话，他这个没有不朽盾的火枪在第一时间是完美输出，而有一个迪法师是跳上来想要切这个恶魔巫师，那龙帝的恶魔巫师也是先漏了一个破绽，但是在冰魂的梅肯和自己的一个走位之下，在鱼人和牛头这个很强的控制之下，是保证了自己的一个安全，也是成功的利用牛头的这道沟壑这个天然屏障啊，应该是人工屏障，为这场战斗的一个胜利埋下了伏笔。这场战斗也是决定了一个走向，因为刚才 Burning 应该是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刚刚那波3杀再加上收上路的兵线，但是有了3000的存款，而这个刚才这个豪又是阵亡了，没记错的话，这两波 PK 豪都是有阵亡，豪也是作为他们这边的负责选人的。我觉得跟 DK 打还是应该办一下这个牛头，办牛头的话感觉不是很有底气吧。
Help. 好，这边混沌拉过来冰魂，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接下去的一个走向。混沌开了 BKB 想要强秒冰魂，但是冰魂现在好像很肉，推走了自己，还是被混沌拉住。这个 BKB 的混沌是成功的秒掉了冰魂，秒掉冰魂这边是可能是要撤，因为大军已经压境。那么这一波应该还是打赚了。我看牛头鱼人一个跳踩，恶魔巫师补阳，哇，这边 DK 的控制太多了。Burning 趁机收人头补刀，我们回头看 Burning 的经济。4100又是多打了1000块，而且有一个不朽盾在手。哎，这段时间我觉得潘塔真的是，打得有点不是特别的理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于迪法师的一个装备的选择吧，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豪还是显得有点年轻了。这场比赛他这个分身斧出的应该是属于一个败笔，如果他是走夜叉和，话音未落，我们发现似乎有点提前进入这个得意期的这个 Zippo 有点低估了对方的一个gank能力。然后这段时间这个木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他刚才那波 BKB 是强行秒掉了冰魂，而且刚才那波又是配合830击杀掉这边牛头，稍微扭转一下局势。但是不能扭转的是 Burning 的这个经济情况，已经鹰角攻了，鹰角攻加1500的存款，再打一下就蝴蝶了，这样蝴蝶的话就有一个质的飞跃。刚才也是说到一半，就是说豪这个装备选择，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的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作为一个前职业选手，我个人也觉得这场比赛，迪法师应该出这个 BKB，会更重要一点。夜叉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出。那么祭品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出，但是 BKB 是必须的。有分身斧可以不用出，出了分身也没什么用。更重要的是 BKB 去冲火枪这个脸，这个是太关键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混沌意识到要出 BKB 很正常，蚂蚁笛子其实也可以不用出。好，这边我们看到又是杀掉这个冰魂，那么随着这个比赛的升温，我感觉到这个 DK 这边有点掉以轻心了，有几个不应该的送。那么这一波潘娜这个集合的一波猛攻，我看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轨迹失误的情况，现在真的是有点瞬息万变。牛头放了一个塔下的针眼，但是这一波有可能会挡不住。有盾有鹰角弓的火枪，这边啊，鱼人非常的肉，火枪的输出也挺不错的，而且牛头这个沟壑的角度也调整的比较好。啊，这个录像暂停的快捷键有没有？我觉得关键时刻我都得点一下这个暂停。好，我们看一下这波 VS 换了的。等一下，我这波有一个神级操作 VS 刚刚把牛头换出来，但是牛头这个时候是跳大到混沌的身上，这样牛头3连已经放完，然后恶魔巫师和鱼人在后排准备插入，这个火枪是完美输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这个830已经做出了羊刀，然后 VS 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给一个控制，迪法师正在找机会切入，蚂蚁正在找机会切入。那么我觉得这一波可能打下来的话，DK 这边的胜算会更大一点，因为从我的角度看过来的话，这个唯一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这个混沌是被秒掉，然后蚂蚁和迪法师现在的输出在对方这个硬控面前还不足以构成威胁。先知不用说了，他只有一个羊刀可以稍微用一下，他的物理输出现在因为是个假腿没有因为是个鞋子还没有假腿，所以说先知的输出也非常有限。那么我觉得这一波可能配合 VS 的输出，潘大强打赢的可能性会比较小。我们看一下，这边鱼人率先点灯 VS， VS 直接被秒掉。那这样的话 ，Burning 直接打到 Godlike 这个晕加大，帮助 B 神完成了一个3杀。这样的话，2900的存款，蝴蝶也是瞬间有了。这段时间我觉得潘大打得非常的迷茫，我觉得潘大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性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蚂蚁和迪法师没有选择出 BKB， 我觉得从阵容上来看的话，潘大这个带线流还是挺不错的。面对4保1的话，选择多 BKB 冲脸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比如说蚂蚁和迪法师同做出 BKB， 配合混沌的一个 BKB 打一个3 BKB 冲脸，然后先知打一个带线，这样的话潘大赢面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样2波打下来的话，这个送错了，送了一个敏捷便携。这个装备估计 Burning 会一怒之下把这个装备 A 掉，居然是浪费了一下我的时间。这个时候潘大发现正面打不过，马上开始了带线。这边没肯给到分身符打开，
这路可能是要破。啊，敏捷便携果然是没有再次送回家，而是直接丢在了地上。伯尼也没有选择把这个敏捷便携 A 掉啊。刚才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的话，应该是 DK 有少许优势啊。这个时候迪法是意识到了要开始出 BKB 了，但是现在在刷 BKB 的话，可能就稍许有点慢。这边潘大战队的人已经都活了 ，DK 还是想强势要打，潘大肯定是要上。这波这波并没有选择打哦，这波鱼人已经有了 BKB， 2个阿汤波哥，我们看一下这边鱼人和牛头和混沌的一个输出，想要秒这边的 VS 和混沌，想要秒这边的牛头。蚂蚁是在枪林弹雨之下直接应声倒地，另外的输出是 VS 换过来给到了混沌，混沌也是应声倒地，这个是像炮塔一样的这个蝴蝶加不朽盾加分身斧的一个火枪，真的是让潘大的众多 carry 不能够近身啊！蚂蚁也被打跑了，迪法师也被打跑了，只有鱼人。那么巫师这边似乎是有选择买活，因为没有裁判视角，所以看不到恶魔巫师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感觉他好像是一个买活，因为刚才反正牛头是被这个 BKB 的混沌针对的比较惨。好，这边完成了补给的，这边恶魔巫师在帮助撤退。龙弟弟的恶魔巫师帮助撤退，确实有起到了很强的一个效果。一次的变羊，一次的穿刺，带走了对方的830和摇摆。仅仅是2个控制配合一个蝴蝶的火枪的输出就已经如此的明显。哎，这场比赛从我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觉得潘大战队这边真的是有点冤啊。因为火枪的装备其实前期洗的是非常的慢的。25分钟没记错的话，他25分钟还没有拿到分身斧，25分钟的时候甚至只有一个假腿战鼓和夜叉，而这个时候迪法师和混沌还有蚂蚁3核心的装备显然都是比火枪要好一些的，尤其是迪法师。那么迪法师作为一个后期，是吧？如果选择一个冲脸装，在30分钟左右这段时间，在正面战场能够给火枪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使他没有办法进行输出。应该局势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迪法师出了 BKB 的话，除了 BKB 这个时候可能还能，就是这个时候再出 BKB 可能还能够稍微打一下，而且我们看到，复仇之魂也是比较肥，也是这个，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双方的酱油。这复仇之魂现在是绿杖，这恶魔巫师已经赢了这么多团，而且上了高地了，身上还只有2个护腕，1个勇气勋章，而复仇之魂这边也是2个护腕加绿杖加精气球。等于说酱油这边虽然 DK 有塔的优势，但是酱油还是这边潘大的酱油更加富裕一些。而蚂蚁这边经济存款1112。这场比赛摇摆的蚂蚁也是发挥有失水准嘛，因为我对摇摆的一个理解，蚂蚁这个英雄是掌握的非常出色的，可能是这场比赛分给他这个位置他不是很习惯，是一个不知道几号位。对。本来蚂蚁是打1号位的，就这场给他打了一个4号位。830的这个先知应该是算是一个3号位，因为他分到的资源更多一点。这样随着比赛的一个发展，我个人觉得，DK 这边牛头跳刀也有了，这样正面战场真的潘大就已经有点没法打了。由于蚂蚁和迪法师两个英雄的装备路线选择有点偏差，那么这段时间双方又要再缓一缓了。DK 也是作为一个线下大赛经验非常丰富，龙弟弟和 Bernie 2位老将的线下大赛经验非常丰富，再加上新人有这个拼劲儿，宝哥啊，这个 Zippo 也是个老选手了，可能没有龙弟弟那么老，也真的是圈内非常经验丰富的一位老将，打线下赛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再盾，这样的话战鼓可以卖掉了，5100的存款。Bernie 这边在25分钟到40分钟的这短
短短15分钟时间里面，打到了一个蝴蝶，再加一个支配，再加一个应该是要做撒旦。我们看一下这边斧头已经买了啊，鸟又开回去了，可能是要买撒旦，但是想跟战鼓卷轴一起送过来，我估计是这样的。看一下，应该是一个撒旦卷轴加一个战鼓卷轴，然后一会儿把那个战鼓可以卖掉，因为他可能要留一个格子放 TP。撒旦，这边叉 B 的这个 BKB 的时间也是出的刚刚好，反而是抢在这个时候好，终于做出了 BKB， 但是这个时候对方已经是撒旦加蝴蝶在手了。这个你虽然做出了 BKB， 而且对方一直有不朽盾护体，所以火枪倒是一直没有做 BKB。火枪为什么不出 BKB 也没有问题呢？因为它输出环境很好，它有控制队友比较多，像恶魔巫师啊、牛头啊、鱼人啊，这都是，再包括冰魂啊，都是非常强的控制。尤其是冰魂在出了羊刀之后，这段时间冰魂也是被这个混沌冲脸冲的比较头疼，做了一个绿杖，羊刀稍后再说。而反观豪这边，我觉得他这还是经验有欠老道吧。这场比赛拿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样一个阵容作为带线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蚂蚁出笛子的这样一个打法，应该是适合一个推进的路线，而他们打这种尾核。这种核心比较多的这种带线流的话，其实笛子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选择一个 BKB 冲脸可能会更好一点。假如蚂蚁和迪法师同时选择 BKB， 双冲这个火枪的脸，应该是有机会。我们看这波潘大的 gank， 这个先知的羊刀，这样秒叉 B 的鱼人秒掉了。好，我们看一下鱼人现在的存款，我们直接切到叉 B， 是有可能没钱买活的，我觉得可能性还蛮大的。我们看一下，2500，不好意思。这是错误的估计了这个叉 B 的经济实力，2500的存款，这样的话基本上这局再往下打，潘大的机会会越来越小。Burning 撒旦战鼓分身蝴蝶，这样战鼓卖掉之后，战鼓它这样裸卖是没钱的，所以可以冲一下属性再卖。我算了一下，这个1700的一半价格是800多，这边是要秒 Burning， 这边 DK 的队员马上回救，这波很关键了。Burning 马上回头开撒旦想 A， 但是 VS 这个锤子刚好恰好踩了一个 CD， 这里恶魔巫师已经提前赶到。这一波潘大其实是可以打一下，因为他们支援来的比较慢，而且鱼人还在复活。但是我估计再打一打的话，这个鱼人就会买活了。这边叉 B 的鱼人并没有选择买活，这样也是积累了一定的经济情况。等一下再出一个强袭这样的装备的话，就可以使整个的减防能力配合勇气勋章，配合 VS 的吼叫，配合鱼人的点灯，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大鱼人火枪的输出。这样面对再神装的敌法，也不过是一张纸而已。这确实是越打到后期，敌会发现越来越稳。带柱上支援也快，清了就走。这边 DK 可能是慢慢的意识到了对方的这个抓人，像混沌这样的英雄配合先知的羊刀的先手，抓人的爆发还是很强的，所以他们现在爆得很紧。有没有发现 ？DK 现在虽然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他们在兵线的掌控上面并没有优势，因为他们这个英雄的推线能力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正面打团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
只是说他们如果要是想从上路一起把这个兵线，就5个人一起把这个兵线带上来的话，中路和下路的兵线可能会失守，这样自己的中路和下路的兵营会很难。我们看这边先知已经是出了一仗，来到了上路去带线。这边 DK 觉得两个边路的兵线带起来很慢，还是想中路先考虑带一下。这边开了分身斧的火枪，好，又是卡了一下。这样的话，真正打 PK 的时候应该就不会卡了。直接点掉兵营，先知是在四面拼命的带线，这个时候准备中转上，这边潘娜开了塔防，这一路估计是不会给吧。这波我们看一下迪法师 BKB 的效果，这边开雾的混沌是有被看到，这边火枪直接换过来，分身斧加 BKB 的迪法加混沌直接秒掉了 Burning 超神杀戮，这样才对嘛，对不对 ？BKB 冲脸。这波是潘大的一个胜利，我们看到直接杀掉了这边的龙弟弟加 Burning 加 Super， 也就是除了牛头和鱼人之外的3个人全部阵亡。这边牛头也是要阵亡，没有问题，一个普攻带走，这样是打成了一个4换0潘大的一波胜利。唉，我不得不说 BKB 出软了呀。啊，这个局势对于 DK 也是比较凶险的。我们看到，由于先知的 A 仗啊，这边龙帝的信使还被禁卫军团杀死，这个时候局势又再次升温。刚才由于提法师的一个 BKB 配合混沌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combo， 还有 VS 的一个换，是成功的杀掉了这边的 Burning， 秒掉 Burning 之后，对方有点群龙无首的感觉。但是这个时候 Burning 是买活 CD， 也是最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一个跳踩踩出3个人，叉 B 这个跳踩是完全亮翻了。这一波随着叉 B 这个跳踩和冰魂的一个远距离大招支援，哎，这波怎么说呢？哇塞，这个先知也是被秒掉。这一波随着这个DK 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刚才由于解说的过于投入啊，我没有注意到 DK 这边刚才几个队员是有买活吗？火枪肯定是买活，这我知道。鱼人是没死，这我也知道。我们看鱼人存款，ROTK 1100多，一个振奋宝石。小鸟好像挂了，小鸟上面可能有东西。哦，这边。刚才小鸟是被禁卫军团杀死。Burning 卖掉了 TP， 买了一个恶魔刀锋，可能是要再继续的补一下自己的输出。感觉到面对这个强袭的混沌，有点输出有点力不从心了。蚂蚁再补出了一个活力球，血量达到了1700。我还是要再一次确认我的观点，就是。蚂蚁，你出错装备了，摇摆。你出 BKB 啊、战鼓啊、活力球啊这些东西都没什么用。其实这个笛子啊，我说这个笛子、战鼓、活力球没什么用。笛子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4000块，完全可以出一个 BKB。而队友对笛子的需求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这边 DK 现在也是比较虚的，因为刚才鸟死了。我不知道鱼人东西有没有掉啊？感觉上去的话，我们再看下冰魂的经济，也是只有1300。感觉上去刚才冰魂、鱼人还有这个牛头的经济呢？牛头只有150，感觉上去刚才那一波 DK 买活了很多人。还好在最关键的那一刻，叉 B 一个跳踩是大量。在 Burning 买活 CD 的时候，潘娜没有抓住自己命运的一波机会，还是经验啊！其实刚才那一波，潘娜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着急去攻这个下路，等到迪法师和那个混沌骑士2个 BKB CD。然后配合上 VS 的一个换，再秒 Burning 一次，这样 Burning 再也买不活，这样潘娜就赢了。所以说有时候
回头看一看，往往能发现一些。哎，这边潘大想率先打肉山，这个举动是非常危险的。我只能说这个举动是非常危险的。波尼也 TP 过来，这边波尼似乎是买了装备啊，金箍棒已经有了，小鸟买了一只新的，强袭也是鱼人的强袭也在出了。现在这个一卡5秒有点受不了，这个暂停有没有快捷键呢？看一下这个暂停，好，暂停是有快捷键，等一下卡了我就按暂停。好，这样一波，我们看一下，潘娜也是感觉到自己正面可能打不过 DK， 所以没考虑继续打这个肉山。这边鱼人想先手，配合队友的一个赶到，混沌 BKB 加分身想打强秒火枪吗？这边配合一个穿刺，火枪是直接撤了。而这边迪法师这一波没有选择跟混沌同时切入战场去秒火枪。这样混沌第2次的拉就效果不是那么明显了。这边迪法师先知完全没有来 PK， 迪法师这一波并没有选择 BKB 上，而蚂蚁的影子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这样潘大觉得这场比赛整个的一个肉山的争夺战打的是非常的失败。我觉得今年虽然说，这里是开了 BKB 杀掉了恶魔巫师，但是你杀恶魔巫师是无关痛痒的亲，而且你自己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哎，这边 Burning 卖掉了战鼓，再次增添了自己的这个金箍棒，又添一个不朽盾。好，这个时候我按了一下暂停，看一下暂停还是有效果的，画面会定格在这里。好，下次打团的话我就知道了。卡的话我就按暂停。这边，怎么说呢？我觉得潘大基本上这场比赛这样打下去的话已经输了。因为他们唯一赢的机会就是把这个4保1的这个1给割掉。那么他们刚才是有一个最好的机会的，就是在他们上这波高地中路，先是一个全场最漂亮的一次 combo 杀掉了火枪，也打了一个0换4。全场最漂亮的一波团是由 VS 这个换，再加上 BKB 的混沌和 BKB 的迪法强秒火枪，是打成了那一波的局势。但是现在这个局势打下来，感觉潘大有点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而且尤其是 Burning 这样一个装备，4个大剑再加上一个假腿一个不朽盾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况的话，我觉得正面战场上潘大再难有一个突破性的作为了。因为4保1加一个1是神装的话，这是一个最强的一个装备路线，尤其是他们这两个左右护法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冰魂一个鱼人，两个是火枪的左膀右臂，再加上两个酱油都是现在这个版本最强的酱油。跳刀的牛头和一个勇气勋章双护腕的恶魔巫师是这个版本里最的2个控制英雄，这样打下去对潘大来说非常不利。哪怕迪法师，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豪的经济，豪的经济情况是 BKB 分身斧蝴蝶豪也是再添一个蝴蝶。这波我们要看一下，我刚才好像是摁错键了，不小心把那个关掉了，非常抱歉。我这个是暂停键，按到了一个开关的键。这一波的话，局势又稍微有点不明显了。这边是 VS 混沌和蚂蚁遭遇到这边的火枪，而上路的迪法师和鱼人是想要强行的拿这个迪法师和这个这波的局势是这样，潘大这边是迪法师在上，先知在下，然后呢，3个人是想在这边杀火枪，而迪法师是对 DK 威胁最大的，所以说 DK 先率先赶走了迪法师。那么这边的话，撒旦火枪瞬间把血吸满，而且牛头这个跳大的情况。中路的3人组情况已经瓦解，上路的迪法师通过自己的努力推掉了一路。复仇之魂开启了绿障，蚂蚁
完全顶不住输出。这波是在付出了混沌的生命的情况下，再破掉 DK 一路。DK 在眼看着神装火枪就已经有点搬不倒的一个情况，但是潘达这边的敌法师的蝴蝶的出炉，使他自己的这个拆塔能力这边我们看到月如是打出一个字叫做基地，因为他是发现这个局势再跟对方这样纠缠不清的话。好的，我们看到这边 DK 是有一个最大的变化，那么就是 DK 这边的 Burning 想自己通过自己换飞鞋的这样一个举动，这个时候到了全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好的，敌法师也换了一个飞鞋，想要把假腿卖掉，浪费了一点点时间。这边 DK 4人中路抱团，火枪上路带线，加上换飞，加上有盾，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潘大这边复仇之魂刚刚复活，蚂蚁也是没有魔法的状态。我们看蚂蚁的存款，蚂蚁1400，这边敌法师正面对抗火枪，完全打不过火枪，而且其他几个队友都在基地读秒，都在泉水读秒。那么这波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DK 上高中路上高直接一波的节奏了。敌法师也是好像意识到这一点，马上赶来了下路，想要带线。那么这样一个节奏的话，我们看潘大这边正面，潘大的正面。鱼人是中了蚂蚁的蝗虫，不能跳不出来，但是他开了加速场追先知。这边这正面的这一波对于潘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守不住这一波的话，应该是直接 GG， 因为 DK 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只想要打基地。好的，我们看到这边830已经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敌法师现在护甲被减得非常惨，虽然他有 BKB 有300的攻击力，但是他在不朽盾在手4格神装的火枪的面前，再加上减甲，他基本上是非常脆的。而且牛头、恶魔巫师和冰魂几个人的控制技也是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摇摆的蚂蚁基本上是充当一个酱油的角色，复仇之魂和混沌是2个非常重要的控制。我们看这波830完全没有考虑回防，静观事态变化。这边混沌是想强秒掉了这边的Lion， 但是 BKB 的混沌。这边复仇之魂是混沌又拉了牛头，1001的暴击。这个时候鱼人一个踩，火枪找到了真身混沌。刚才 Burning 的一个双杀是点掉了敌法加 VS， 回头又点掉了混沌和蚂蚁。这样的话，随着 Burning 的第2次的3杀，830的分身斧的先知没有来参与这一波的 PK。DK 直接强行秒加。强行打基地，这一波混沌是秒掉了2个人，一个牛头，一个恶魔巫师，但是他的输出不足以威胁到火枪、冰魂以及鱼人，而且这一波830是选择没有回救，强行带出了超级兵，但是全场比赛结束，也是恭喜 DK 战队祭出火枪骑兵，获得了本次比赛的胜利。那么作为我个人的角度，无责任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打得比较亮的点，我个人觉得 DK 战队这边的话，牛头是打得非常亮的，然后Burning 也是在中期打得比较稳，当然全队也是特别以他为核心，最后能够拿到火枪这一手英雄，确实用一个4保1击败了对方的带线阵容。这个 DOTA 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双方完全没有一个真正的强者，只有一场比赛的胜利者。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都是强者，但是因为这场比赛潘大犯了一些比较致命的失误，比如说蚂蚁的这个装备路线 totally 失败，就是我很难相信这场比赛蚂蚁就摇摆的蚂蚁会打出这样一个水准。我个人对他蚂蚁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这场比赛蚂蚁的是完全失败的，从前期对线到中期的作用是完全失败的这个点。那这场比赛我个人还不得不提一下，我个人心里觉得今年的一个年度最佳新人木表现非常出彩的一个混沌，这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出色，但是无奈于这个敌法 BKB 太晚和蚂蚁的一个完全无力，再加上这个830经常是思路跟团队不统一，这个大家想要拼死背水一战的时候，他选择了这个去，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830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吧。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到后面来看的话，就是摇摆和
830这2个点没有打得特别好。830这一波是有3700的存款的，所以它完全可以买活。这样正面一站的话，它有分身符，有 A 杖，有羊刀，有推推棒。它如果再加上买活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能够击败这个不朽盾的火枪的。如果他们真的是就是完全放任火枪输出，然后去秒掉4个酱油，然后买活再打一波去杀掉火枪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不朽盾火枪、神装火枪实在是输出能力太强。好吧，也恭喜这个 DK 战队拿到了本年度的最后的一个冠军排行榜第1名。确实也是他们这个富二代这个激励机制非常强，也是他们队员每个都实力非常强，最重要的是一个团结的 team。那么也恭喜潘大战队在年末能够打出自己的很多特色。那么09也是特别感谢支持自己视频的各位。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视频的这个片头和字幕方是寻梦神仙道，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赞助商，有好的经济条件才会促使我们解说的一个更好的视频的出现。那也是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这个寻梦的新服15号。如果寒假你没有尝试过本年度最火的夜游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拜拜。